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参加今天的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会一起学习如何去做6级阅读第2部分的题目。其实6级阅读的第2部分对很多同学来说可能有点难，因为它经常考你的是近义词的辨析，也就是说这2个词它们意思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些用法上边是不同的，或者说考一考大家意混词的辨析，比如说它们2个词发音相同，但是意思完全不相同，或者长得差不多，比如到达和达到，汉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顺序不一样。但是呢，除了顺序不一样，意思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种近义词或者说长得比较像的、容易混在一起的意混词，是需要大家在平时学习的过程当中多注意的。说到考试，当然是有考试技巧的。那么大家在做阅读第2部分题目的时候，到底有哪些技巧呢？我们上节课跟大家说，这种题目啊，其实有点难度，因为近义词它们的区别可能不是特别大，这个需要你平时多积累。那如果说老师我时间不够了，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多加强、多拿分呢？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那就是做这种题目一定要用排除法，看一看哪一空比较容易，然后拿这一空当一个突破口去排除其他的选项。上节课呢，我们说了一下如何去找固定搭配，固定搭配呢是平时大家要多积累的。这节课呀，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说一说的是找一找特殊的量词。在6级阅读考试的第2部分当中，有一些空可能会给你留一个量词的位置让你去选择。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第1道练习题，它最后说的是另一什么样的风景，给了你4个词：猪、福、搜和帆。这4个词都是量词。我们一般说不同的量词要和不同的名词在一起，或者说不同的量词要和不同的动词在一起。那在这个时候，它其实搭配是比较少的，而且呢，大家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所以这道题目前边的空可能比较难，但你可以通过最后一空找一找哪一个量词最应该放在这里，而去排除，看其他的选项有没有错误的。好，我们就先一起来读一读今天阅读的第1个练习。不应该让经验和习惯束缚了我们的思维和什么？有时候，也许我们意怎样深，收在眼里的就会是另一，选个量词加风景。第一空束缚了我们的思维和视线、眼色、目光、眼光。这4个词呢，其实视线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说如果前边有东西挡着你看不到了，说明你的视线是挡着你的视线了，是你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而眼色呢，眼色是说什么？眼色其实在这里，有的说在中国你要看一看别人的眼色，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意思，而你在看别人眼色的时候呢，不同人他眼睛里给你的感觉不一样，其实呢是告诉你不同事情的。在这里你会发现，用第一空来做排除法是比较难的。刚刚呢也说了，我们可以用最后一空找一找量词来做排除。那我们看一看第4空是不是真的比第一空简单呢？猪偏旁是什么？它的左边是木，木是树木和木头有关，和植物有关的。而这里是风景，是景色，
株一般是说的一株植物、一株小树苗这样子，和木头有关，而风景不一样，所以排除掉第一空。第二个福，想一想，平时你会用它来形容什么样的和什么样的名词搭配呢？一幅画非常好。福呢，它一般是用来形容，是用来和画在一起的。第三个是搜，搜的左边是什么？它的左边是舟，所以它是和船有关的。一艘小船，一艘游轮，它是和船有关。最后是帆，帆是可以放在这里，它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一番风景，它是说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我们可以说一番，面积比较大，一番风景。好，所以通过量词，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确定最后的答案应该是选择 D 选项，一番风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刚刚说第一空比较难，说到了第二个，在这里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眼色，给大家一个例句：领导给我递了个眼色，就是说他呀，你看别人眼睛里边可能会有表达一种意思，他不同的眼神儿给了你不同的暗示。所以一般呢，我们在中国有时候说你要去看一看别人的眼色，看一看他眼睛里传达出来、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叫眼色。第三个是目光，目光就是形容别人的眼睛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第四个是眼光，眼光是说什么呢？比如说你去买衣服，跟导购说，我想试一试这一件，这个导购呀就告诉你，您的眼光真好，这是我们最新的款式，是说你的品味比较好，是说你看东西看得比较准，一下子就能选择出来非常流行、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是眼光。所以通过第一空其实是比较难做出来这道题目的答案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用第四空量词来排除掉 A、B、C 三个无关的选项，我们最终选择的答案是 D。 再看看第二空，有时候也许我们一转身，在这里用的是转，正着对着你，一转身就是背面对着你了，所以这个是发生了旋转。扭一般是腰会扭到腰，或者说扭到一些部位。拐，如果你脚受伤了，走起路来可能就有点拐。然后拧是哪个动作呢？拧，用手去拧你的，比如说买了一瓶饮料，你用手去把瓶盖拧开，这是拧的动作，是要用手的。在这里说的是身体是要转，所以我们在这里同样可以第二空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好，这是我们今天练习的第一道题目。再看第二道，老师一边读，你一边想一想，找一找哪一个空用到了量词，那你应该选择哪一个量词呢？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1987年，是以中国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县怎么样的？该艺术节每2年举行一次，现已成功举办12，后边有一个空，成为世界各国杂技团体怎样形象、交流技艺、增进友谊的平台。介绍的是吴桥的国际杂技艺术节。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一个艺术节，一个活动，
然后呢，说这个艺术节每2年举行一次，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少次？举办了12次了。那如何去用？应该选择哪一个量词放在这里能够匹配？举办了12，加一个量词，再加艺术节呢？我们看一看题目给了你哪些选项。A. 卷 B. 番 C. 册 D. 届。在这里给了大家4个不同的量词，它们要搭配的名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卷应该是和一些，想一想你看到古代的时候，中国一些佛经或者书都是写在竹简上边的，它是会卷起来，所以卷可以去形容这种卷起来的图书，比如说12卷佛经。而第二个番呢，刚刚也说了，我们第一道题目是一番风景，对，它经常搭配的有景色。除了景色，番还和什么样的名词在一起呢？它还和功夫。比如说你做一件事情付出了很多，可以说我下了一番功夫，用了一番功夫。天地，一番天地，所以番经常是和功夫、天地还有景色来搭配的。第3个是册，册比较简单，比如说你在学汉语的时候，这是第一册第一册汉语书，第2册，所以册一般呢是用来形容和书本在一起搭配的。在这里届一般会和节日举办的活动，比如艺术节、美食节、电影节，就是有不同主题的一个活动。这样的活动我们一般和届来搭配，所以在这里可以说已经成功举办了12届这样的艺术节。我们通过用排除法找特殊的量词，可以知道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D 选项。其实在这里做这道题目的时候，老师只看了第2孔，没有看其他的选项。它为我们节省了时间，因为你可以用量词来快速的找到正确答案。那我们看一看其他的空应该怎么去选呢？比如说第1空是以中国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县怎样的？艺术节的名称是什么？艺术节的名称是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较长，出现了一个地名是吴桥。在这里呢，说吴桥是杂技之乡，所以这个艺术节和这个地方有关系，它的名称和地方的名称有关系。我们说是用这个地方的名称来说艺术节叫什么的，我们可以说以什么什么命名。在这里以什么什么命名是一个固定搭配，我们可以选择到同样是D 选项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的 A 说称呼，称呼怎么用？你可以称呼他王老师，是怎样去叫这个人的？说他的名称，他的 title 是什么？任命，任命的固定搭配是任命某个人为，然后后边加上他的职位，比如任命小王为总经理，其实意思就是让小王去当总经理，把他的职位变成了总经理。我们可以用任命，是高一点的领导告诉小王你去当总经理，是任命。
然后我们 D 选项的固定搭配是以什么什么命名，比如鲁迅路是以鲁迅命名的，这条路的名字来源于鲁迅先生的名字，所以我们说以什么什么命名是用这个人的名字而给这条路起了一个名字。好，这是我们的固定搭配，大家要记一下，任命某个人为，然后后边加职位，以什么什么命名。好，再看第3空，成为世界各国杂技团体怎样形象？呈现、展现、提示、展示。最不应该选的是哪一个？最不应该选的是提示。提示是提醒你，比如有一道题你不会，你说老师你给我点提示，去猜一个谜语，你特别想知道它是和什么有关的，猜不出来，希望别人告诉你一点更详细的信息，这个叫提示。第4空有其他的选项，呈现一番什么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形象、展示形象都是可以的，但是提示是不可以的，所以排除法用第3空不太好用，最好用的就是量词。好，再来看今天的第3道练习。滇池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海拔1886米，面积300多平方公里，水深5米多，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高山淡水湖。它水面宽阔，烟波浩渺，秀丽，被称为云贵高原上的一什么明珠。又出现了我们的量词，在这里名词是什么？明珠。我们看一看选项给了你哪些量词：颗、串、贯、支。能和明珠或珍珠这样搭配的量词可以选择哪一个？一颗明珠，很好，没有问题，只有一颗，圆的。一串证明不止一个，有很多串在一起的是一串。一贯呢？很少有人说一贯明珠，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对不对？一支，一支后边它的左边是木字旁，所以和植物有关，但我们这里是明珠，所以最先排除掉的是 D 选项。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个小段落说了什么？说的是滇池，滇池只有一个，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选的是一颗，而不是一串。一串是有很多串在一起，而这个段落它只说了滇池一个景点，所以我们应该选的是一颗。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选项，用排除法做出来的，通过结合这个段落的意思，还有名词和量词的搭配，我们选择出了 A 选项为正确答案。再来看一看其他的空。一开始说面积300多平方公里，水深5米多， A 是平均，也就是说水深不一定每一个地方都是5米，可能有的深有的浅，但是差不多平均是5米。它水面宽阔，烟波浩渺，风光秀丽。风光就是景色、自然风光的意思，风光秀丽，景色很漂亮，没有问题。所以检验一下 A 的3个词放在这里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确定答案一定是 A 选项。再看下一个，说的是大研古城。大研古城是一座人文的小城，明亮的阳光下总会有步履怎么样的上了年纪的纳西老人悠闲地踱步。他们身着什么年代的
淡蓝色衣服，头戴红军时期的八角帽，哼着忆怎样叫纳西禁地的歌曲，对眼前身后猎奇的目光一个空，然后不屑一顾。这道题目如果让你来做的话，你又会怎样用排除法先去排除掉最不会选择的选项呢？在这里老师标红了一个词，歌曲，前边有一数字，后边有名词歌曲，所以是和量词有关的。那我们看一看选项当中给了你哪些量词。 A 支 B 个 C 首 D 篇。一支歌，一个歌，一首歌，一篇歌，你先排除掉的是哪些选项？我们可以说一支歌曲，也可以说一首歌曲，但是不会说个和篇。篇是用来形容文章的，所以我们把 B、D 排除。在考场上，你排除掉它，就不要去看它其他的选项了，只会干扰你。我们排除掉，就不看 B 和 D 了。再往后看，对眼前身后猎奇的目光怎么样？然后又说了不屑一顾。不屑一顾就是我都懒得去看，懒得去搭理，所以是不愿意去看，不在意这样的意思。我们再来看一看 B 和A 和 C 这选择的两个选项里边，哪一个符合不屑一顾这样的语境呢？ A 理所当然， C 视而不见。哪一个词和不屑一顾意思差不多？为什么老师在这里这么问？因为我们看到了标点符号是顿号，所以应该是意思相近的表达。理所当然是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这样子的，而视而不见是我看到了也是当作没有看到一样，证明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根本就对这些事情呀不在乎。我们说视而不见，看到了也当作没有看到。所以经过分析之后，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A 和 C 里边，请大家再排除一个，排除掉的是 A 选项。最后我们选择的答案是 C。两个步骤，第一步通过歌曲找量词，排除了 B 和 D。第二步看到了不屑一顾，找意思差不多的，我们又排除掉了 A。所以最后答案是 C。 好，看完了这些题目，我们再来看一看到6级考试有一些特殊的量词，希望大家可以掌握。老师在这里给你们都放在 PPT 里了，有需要的同学呢可以拍个照或截个图。第一个，笔，一笔钱。例句，他最近赚了很大一笔钱。第二个，一场误会。误会前边的量词可以用场，比如说这件事只是一场误会，也可以用一个误会，但是场呢就更高级了，因为大家已经到6级了嘛。第三个，一口流利的汉语，是说汉语说得很好，我们可以说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片笑声，很多人在一起啊，大家都在听了一个笑话，都笑得非常开心，你呢就听到了一片笑声，片是面积比较大。他幽默的演讲引来听众的一片笑声，很多人都笑了，所以是一片笑声。一门心思，他一门心思的想考公务员，就是说一门心思，我就是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都想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去考公务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门心思，就是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这件事情上。说一顿，比如他莫名其妙的被领导说了一顿，很不开心，领导把他可能批评了一番，在这里可以说了一顿，以表示次数，说这个动作的次数。一系列问题，这件事引发出来了一系列问题。一个问题是只有一，数字只有一，数量比较少。一系列是一连串的，所以我们可以用系列当做问题的一个量词。下一个，一起事故。上个月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第9个，一番话。番是一个很特别的量词，经常会用到。在这节课呢，我们也遇到了一番风景，对不对？还有一番话，比如说老师说的那一番话非常有道理。在这里，番是指老师说了很多个句子，告诉了你很多，总结起来是一番话，都是和一个主题有关的。老师说的那一番话非常有道理。一项服务，表示有多少服务，不同的服务，我们应该用的量词是项。这是公司新推出的一项服务，其实就是一种服务或一个服务。一项呢，在这里也是可以用来比较书面的。很受欢迎。一段时间，段在这里也是可以放在时间，比如说不是时间比较长，我们可以说是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们彼此熟悉起来了，不是一天，不是2天，而是一段时间，时间比较长。一则消息，一个消息也可以说一则消息。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让我非常感动，非常书面的一个表达，则。一面旗，这个比较简单了，国旗或者说彩旗这种旗帜之类的词前边可以用面。旗杆上挂着一面国旗。最后一个，一股味道。例句是：房间里飘出一股奇怪的味道。说味道前边的量词应该用的是股。好，在这里呢，为大家总结了14个不同的6级你应该掌握的一些特殊的量词。如果在考试当中遇到了量词和名词，或者量词和动词的搭配，希望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而去快速的排除掉那些干扰的选项。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了。最后祝大家考试顺利，下节课再见。